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傅好。今天呢，我们说一说外星人和金字塔的事儿。外星人和金字塔搞上了，就是这样。那么大家比较容易直观了解到的就是金字塔。我相信有一些网友已经去过埃及的金字塔去旅游观光过啊，亲眼去踏入到这个法老的那个通道之中啊，对，见识过那种天下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啊，里面非常的神秘，非常神奇，非常的不可思议，觉真先开个头吧。好。话说这个金字塔哈，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埃及啊。大家都知道，这金字塔呢是埃及的这个地标性的历史文物的这样的一种遗产哈。那说到埃及呢，我们又说到这世界4大文明古国呀。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骄傲的啊，古中国。那还有其他的文明古国，包括古印度、古巴比伦，就是两河流域中东那边、伊拉克那边的啊。那还有就是古埃及。对，那像中国的话，我们也留下了很多这个文化遗产，像著名的万里长城啊。那像那个古印度啊、古巴比伦都有留下了这些文化遗产。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哈，它的这个奇特之处就特别的多啊。那先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在埃及呢，大约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有110多座金字塔，那大大小小都有哈。那今天着重要给大家讲的呢，是一个金字塔群，那叫做吉萨金字塔群。在这个金字塔群里边呢，又有3个最高最大的金字塔。对，它比其他的那些小金字塔高出很多很多啊。那其中最高的这一个呢，被认为是当年的埃及的这个老国王他们叫法老，他们管国王叫法老哈，是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啊。所以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胡夫金字塔，它到底有多大？它的高是145米多啊，就现在相当于45层的一个大楼房吧。这么高。那它的那个金字塔不就这种4边形的嘛哈？它每一个边呢230米长。那它整个这个4个边坐落在那儿之后，就相当于8个足球场那么大。大家想象一下啊，8个足球场那么大，45层楼那么高，这么大的一个建筑啊。那它呢都是巨大的石块建成的，每一个石块看着都至少都得2-3吨，甚至于更多就几十吨的那个大石块是这样子的。对，那你看它的那个高度现在我们觉得说45层楼没什么呀，那各个国家什么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台湾的101啊，那个美国的什么，到处都有这个高楼大厦哈。可是它这个45层高的145米高的这个金字塔呢，从它建设开始，大概什么时候建设的呢？可能距今4500年前，也无从考证具体的那个时间了啊。就是从它4500年前一建起来了开始，一直到了埃菲尔铁塔建起来，那就是1889年。一直到这个时间有3800年的时间，它都是独领风骚，是整个地球上最高的建筑，最高的人工建成的建筑了，等于是还有非人工的，还有山脉，对吧？不知道那当然山比它高了，对，是个建筑物啊，是个建筑物，对啊。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网友们先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几个大金字塔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是好玩哈。对呀，就是说它是那么大的那个宏伟，那么大的一个金字塔哈。对，就是想象我们设计它的话，都无法想象哈。对，并且那个小点的石头都是2吨以上。是啊。那里面大的石头呢有几十吨的。对。并且呢，就得严丝合缝。对。这个我是做了这个调查哈。所以就问题来了。我说它的严丝合缝怎么严丝合缝啊，师傅？
就是说我们先不要看外面，外面它有风化呀、地震啊、战争啊、炮轰啊，就是人为的一些使它挪动哈。但是它靠近里面的真正的通道呀、室内房间哈，路过的那个所谓通道围墙，里面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它们多么精密呢？就是现在我们的正常的纸张都塞不进去，就石头跟石头缝都没有缝儿。就是说，男人用的刮脸刀片特别薄吧？对，塞不进去。但是它没有水泥，没有粘合剂，没有胶在里头哈。就现代的都得靠粘合剂才能把它粘住，是吧？现在你说垒石头墙的话，那都是用方法哈。对，一般都是用这个水泥啊，或者是强力胶啊，把它粘在墙上。就是比如说咱们知道的砖房子吧，垒砖，对不对？垒砖的话，它中间不都是要靠？以前是用泥巴，现在我也不知道靠什么，反正是这种水泥，对不对？给它粘合起来。对。那可能也就能够存在180年。因为久了几百年也行。也有，对。那它松散了之后，你这个肯定还是沿着那个缝儿能够插进去的。但是这个就是没有这个粘合剂。它就是石头落石头。石头落石头，竟然连缝都没有。没有。那会不会因为上面石头太重了呢？就压得死死的？不是，与那个没关系。我们也看到过砖垒的，不是石头垒的那种碉堡啊、城堡啊，或者是墙或者什么的，它都有缝啊。它都有缝，而且石头跟石头它不可能贴合的那么的密，如果那么贴切都没有，那个得多么的平滑才能做到那样嘛？石头之间的咬合要完全的密合，等于是也可以这么说哈。对，如果就是这两块石头密实到这个程度哈，对，如果把一块石头搬开的话，那么它们两个石头缝中间哈，如果之前放了一个新鲜的树叶，现在打开，说不定还是新鲜的。这个推的我很赞同，就是密闭，连空气都进不去。进不去，对，就是达到了这个样子。这听起来好悬哈。这个厉害。那也有人说，哎，我也贴过那个砖墙，也贴过石头片，是，我也做过没有缝隙的这个状态。是，没关系，听我讲哈。这个塔有多大呢？对呀，高度145米，对不对？对。哎，它那个面积呢，像8个足球场。对。这么巨大的这个建筑，用那么长方条或者方条的这个石头，方块的石头把它这么垒起来，而中间里头没有缝隙哈，做这么大一个建筑是难在这里。对。所以就是人们预估啊，就通过这些石头和它的石头的数量，每块石头大致的重量哈，就来推算的话，整个金字塔的重量约等于是684万吨呐。我都没法想象是多少，反正就能想象8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大石头山。对对吧？就是这个重量，我们过去没遇到过。是，我就想。这么大的这么大一堆石头哈，你压在沙漠里的话，哎呦，它怎么不塌陷下去？压在任何地方都有塌陷的可能。哎，可是这个金字塔到现在4000多年了，还是那么工工整整的，没有塌也没有歪。也就是说，它没有倾斜。没有。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一下，买房的时候，哎，对，也注意看哈。对。哎，有些地方把它跌下去了，地基沉降。对吧？地基沉降。你看我们一般盖房做建筑，都首先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房屋的安全问题嘛。对。可是这个大金字塔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它是建造在沙漠之中。对。那是不是它那地基打得特别好啊？那好的不得了啊！也就是它底下比上面还要牢固才行。要牢固很多倍。肯定也是石头才行。而且这个石头要巨厚的，厚到那个程度，也就是说，这个金字塔它这个重量哈，我们说见过大的那种移动的物体，像那个超级游轮，对，这一个可能有几个游轮呐，对，万吨游轮它都没法比所以它这么沉的这样的一种大石头建筑哈，对呀，压在这么一个点上去，对，尤其是靠中央部位。
那么它这个金字塔下面真的要靠什么支撑啊？就是啊，现在都不知道。不知道哈。对，我就想这个好在是沙漠，底下没有地下水，要不然的话就谁说没地下水啊？我不知道，我猜沙漠想的呀再往下，也有一定地下是水。一定会有。你别忘了，它旁边就有一条著名的河呀，尼罗河。尼罗尼罗河。尼罗河就是埃及的母亲河呀，哦对，灌溉着它那个三角洲那一块的土流地域啊，对整个流域，对啊，对呀，它你看哈，就是上边也就是它的北部挨着海，啊，对对地中海，对，它就紧挨着它的就是尼罗河哎，啊，再在几十公里啊，那个地方又有一条大湖啊，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有水的。是有水啊，对，所以我就说，它一般咱们那师傅讲那个盖房子的时候，底下要是有水啊，有暗流之类的，就容易造成沉降啊，是啊造成腐蚀啊。对人家这个都4000多年的金字塔，对，咋这结实呢纹？丝不动，对对啊，我的天！如果这样的话，那要举国上下是不是他们所有的男的劳力都得去盖塔才行啊？这么多大石头，这也有可能。哎，啊你说这个石头，它从哪儿来啊？它在沙漠里它没有这个石头哈。它这石头倒是当地也有哈，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反正当地也是有，它是一种说当地哈，一种石你说什么当地呀？埃及当地我这非跟你抬杠不可哈。啊，埃及也大了去了哈，那它大概在几百公里之外对它啊，它不是在金字塔这个当地，是吧？它是在外面运来的。对也有人说，趁这个尼罗河涨水哈，对哎，采了那个大方石，就通过从河上船漕运给运过来过来。啊我的天，不是那么不是10多吨的、几十吨的大石头，那得多大的船？那有可能吗不？是那个时候有那么大船吗？没有吧？不可能吧历史记载应该没有这么大的那个时候，船反正据史料记载的话，古埃及那个时候连马车都没有，连车都没有，就是连轱辘都没有，船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哈，如果有人哈，像印第安人一样，弄个独木舟就不错了。真的就是弄个大木头锯下来，中间挖个槽坐上去，对就是这样，对，也最多就是这样。 4000年前大概我们的时候，那个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已经进化了一点儿了吧？ 4000年前哈啊，就和现在差不多啊，反正是这不可能人的样。子4000年前已他还能经不是猴子了，就是他还能，你说那也进化太快了，啊，哎，对，不会，他还和现代人差不多啊。所以古文明嘛，哈。对但是哈，就是说你要说人建造的话，反正也有人就算了一下，说得多少人力，因为咱们知道说秦始皇建万里长城，那都是倾国之力，对不对？那几乎所有的男人男丁全给抓过去了哈，然后建，还让孟姜女给哭倒了，对。然后那建不是那长城也太结实了，孟姜女一哭就说倒了。不是一哭就倒了，他那是感天动地，那多冤呐！我觉得首先是啊，那冤死的多了，非他给哭倒了。那为啥就是呢？其实就是地基沉降加地震。师傅用科学来解释了。不是用科学，这是自然现象。是的，啊，你比如说故宫吧，里头好几个那个宫殿烧过，对有人放的火，也有几次就是天雷打的。啊天雷眼看着天雷一个闪电下来之后，就把它打着了，就是。对对，所以那个高的建筑物也容易叫雷劈真的呢。啊，是这样。对，他也是，应该是孟姜女肯定是趁打雷的时候哭的啊，同哭。哎，还是他的哎呀，招来的天雷。同样，可能同样。那在这个这么就是广袤无垠的这个沙漠上面，这3座最高的嘞，这个也是雷雨天专找那不是那个高的是吧沙漠难得打个雷下个雨，几乎忽略不计吧？它倒也是，但是它没有地震雨水，嗯也有对地震。它有地震，对。哎，别的地方有的它都有啊，那个地方除了榴莲没有哈，其他都有哈。对，哎，首先是地震的下雨、下雪、大风、吹沙子啊，水淹都发生。真的是你想它旁边就是尼罗河，对不对？对，所以淹水是很正常。那附近很多是大山区啊，所以真到夏天的时候，山洪爆发都很正常。啊，哎对，我们就是说，网友一块儿的思考哈，它这个最轻的石头2吨重，请记住哈，它不是个长条好搬，它就是一个大方石块儿，怎么搬？还有在那个时候，对，
那个人类用的工具哈，对，其实就是木头棍子，在地下使劲插一下，往里撒个种子，最多就是这样，是，甚至处于游牧状态，对，甚至不是种植状态，所以它那个工具是极度的原始。对，木头棍子啊，野兽骨头啊，对，基本上是属于这一类的。现在大家看的图案这些呢，这是一个美好的想象，这是画出来的，这是美好的想象，这不是照片啊。哦，对，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是大家以他这个为能这么干，其实干不了。这个是宣传愚公移山的精神。对，像刚才画里的哈，就那么多人和那个大石头的比例，那个大石头有多重呢？超过35吨。对，不可能。我跟你说啊，你就把它从山体上凿下来，你也没法挪动它，就是这样。就是挪不动的。35吨，咱们就知道那些载重的大卡车，对不对？有4吨的、8吨大卡车就装满了之后，那非常非常沉了。还有哈，35吨就好。埃及它的地上都是沙漠，它一倒下来，你想，你不管铺啥，它都会沉下去。这个石头是往下沉，对不对？对。你怎么运呢？靠大风吹。沙漠里大风，沙尘暴来的时候，那得招雷神了，还得那真得吹那真得吹，就吹牛，是吹牛吧？这对，牛能吹来，这个石头不一定哈。所以这么大的石头哈，就是你就是附近有生产石头的没关系，关键运不了。对，运，一个是运，就算是费了牛劲了，运来了哈。对，费了龙劲了才行，反正运不了来。对，就不管怎么着来了也搭不上去。就说呢，搭不上去，它怎么抬这么高啊？它那个严丝合缝磨的这个平板哈，是今天的科技这么发达哈，如果今天有公司能够仿造它，我相信，比如说加拿大、美国人，他就有这样的信心，我有钱嘛，我就做这个，光吸引人哈，就做一个新的旅游点儿，大家觉得我自己制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从仿造一个金字塔，都有的是人去看就会，对，知道吗？干脆在里头再开下铺子，对不对？那就更容易再租出去，他就发了。做不了，因为这个大石头这么大，还有呢，他要把它磨到什么样的精度，才能严丝合缝的弄到那儿？现在都是严丝合缝的，对，真的。这个是事实，不是猜测。是，但是不要看金字塔的表面，里面都是严丝合缝的。是。而以人类的科技，现在都做不到，那4、5千年之前能做得到吗？对，还有就是说咱费了龙劲给运来了，怎么搭上去哈？也有不同的猜测了。就说还有一种叫堆沙法哈，就是堆一个沙坡，一直这样子，然后你那个塔越盖越高，我这个沙子也有一个斜坡，越堆越高。但是后来大家又算了一下，说如果堆沙的话，光堆这个沙和石用的这个堆这个坡所用的料，就得顶这个大金字塔的3倍那么多，得3个金字塔的那个沙子。关键请记住哈，用沙子和石头往坡上头走，那么大的大巨石，是龙拉还是神拉呀？对呀，就把那石头拉上去，你是没拉过东西，对不对？没有搬运过东西吧？对不对？那是上坡啊，是这么大的石头啊。那不是开玩笑的。今天我们一般人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都雕不起它最重的来，雕不起，没法雕。你还是堆沙法，还得吊到最高顶端，还得给它放下来，还严丝合缝。对，真佩服大家的想象力啊。是我们猜测对吧？就总希望这个人还是我们的古人有这样的智慧呗。对呀，总是有这样。我们总能记住人定胜天呐，石头算个啥呀，对不对？对，移宫移山呐，就这么几块石头啊，还不能从远处搬到这个塔尖上去啊？你就吹吧。不是，就是搬也行，那得搬多少年呢？得多少人？多少年你也搬不动。对。如果有人能仿造，今天立刻就和人出钱仿造。这也奇怪哦，那真的是人，他搬不动，他干嘛不把石头割得小一点呢？我们就把石头割成像人搬得动的那样，搬砖，割成像今儿个的砖那么大小，我们人不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开窍了。说这帮人不傻呀？对呀。这古代埃及人的话，这家伙非得与天斗啊，是不是啊？明明搬不动，我偏得把它搬过来，
啊，它为什么不切成砖块那么大？真的就容易搬了呀。就是对呀，像瓷砖似的，你说一个人搬10块都，哎，对，所以讲不通吧？哎这个也讲不通。请记住哈，它叫金字塔，不叫长城哈。对，长城是用砖和石头垒的，虽然是个奇迹，它的神奇之处是比较长，而且一修就1000多年。对，这个不知道什么年代给修的就成了。就咣一下就对，成了大家醒过来的时候，这就是金字塔，对就是这样。对，就哎所以我是想说的这些差别啊，就是说这金字塔，你看现在4、5千年还屹立不倒啊，还是那么严丝合缝。对，可是这个咱们知道，中国人修的这个长城呢，修了1000多年，修修补补，修修补补，一直在修修补补。是，对，它这个严谨程度哈，嗯，比如说你说一个方的哈对，方的金字塔这个底下那个边缘，哦，它应该是正方的话呢，对，它的那个误差率才是多少啊？哦，这个了不起100多米的一个边，对不对对230米， ？230多米的一个边，对，你知道它那个误差才多少啊？它4条边嘛，对不对？嗯，4条边，理想状态应该一模一样长。那要是说人类做不出一模一样长的对对对这么长的一个正建筑，常的差个5米10米都已经很不错了吧？对对，它差多少啊？它差多少？差不到20公20分，公分而已， 20 公公分就一巴掌就是这么长一巴掌这么长，对，了不起啊！在古代。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我最疑难的是一个是它的搬运和放在一起的这个难度哈，对就是运的这个动感的这个过程，嗯，这是第一。第二个，它的精准的测算和设计。第三个，其实细致的这个施工的部分哈，嗯这些石头都测算好，都打磨到就那么大，而且极度的平等，平是用什么来打磨的？是用什么来计算的？对对，不知道。咱们也打磨过嘛，师傅对吧？嗯咱们那个咱经常打磨石头啊，曾经啦，嗯，对对对，曾经今后还会的啊。是是是，哎，因为我讲过金字塔之后，我就想着我也得磨出石头来造一个小号的金字塔。可不，咱们还铁棒磨成针嘞，对吧？对呀，快磨成了啊。那花了多少年？不眠不休啊，嗯，还是电动机、电动马达这样子的，嗯那才能打多少啊？就是打成一个像鹅卵石那样的大小的东西，对不对？要打上几天几夜、10几天10几夜、20几天20几夜，才能打出来这一点点花。它如果要像这么大的巨石，4000年前我们人类还不太会使用工具吧？就是有青铜器，可能有青铜器了，对就用铜片儿磨石头，人工铜磨，请记住哈，铜是软的，它是里面哈，里面的石头啊，像这个胡夫法老哈，对它里面是带有红花的花岗岩。对，它那个花岗岩的本身的硬度比青铜器要硬多硬多了谁磨谁呀？谁磨谁呢？所以它真的那个花岗岩那一块儿的切割，就现在考古学家、就是不可能。科学家来看的话，得用现在的那种带钻头的那样的打磨器械才能带什磨到么钻头它那个样？。带金刚钻的那种，对对对，那种钻石的钻头。没错了，对，哎，就是那个，就是要钻石油的那个钻头。好了，对，嗯一个那如果这坚硬，一个样的话，我觉得从硬件、软件来说，嗯，人类是没辙儿的，没有方法的。我你再觉得没办法。再听一听它的这个，就刚才师傅说的这个4个边的这种精确度哈，嗯还有咱们不是一直刚才很担心，我很担心这个金字塔会有地基沉降嘛？地基沉降，像咱们买房子沉降个1寸10公分哈，都不算多的，有的时候沉降下去都可能几十公分呢哈。它这么大，8个足球场摊开这么大的一个底座面积的话哈，它的水平找的有多平？它整个的这么大的一个平面的水平的误差只有4公分，1.5英寸啊，才4公分。什么概念？这水平？就是说，就这样吧，你这样的不就不水平吗？比如说我这手是非常水平的，这个建筑是非常水平的，它如果差一点，这个面儿差一点，它歪一点，它这个高处跟低处它就得差嘛，看差多远，对不对？ 4公分。这么老大的那么大的这么大底座高，庞整然大物个的水平的最高跟最低的地方就差4公分的，难以想象。但是更奇迹的是几千年之后的误差。
已经经历过那么无数次当年呢地震了。对当年没有1毫的误差，对，是这太神了。对对，啊，这是所有的这个大的建筑哈，就大大小小的房子，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奇迹。但是就可能发生在了这个金字塔上，对这么老重啊，这么大呀，对它几千年之后才有这么一点误差。对，我们再看一看它那个精确的数字。我们知道金字塔它的一个面儿就是一个三角形嘛，对吧？哈，对，一个三角形。那我们会以为说，哎，这个角度斜面的这个角度是不是60度啊？大家肉眼看说，哎，就这么等边三工整，角形对，60度，对对对。后来经过这个我们现在的仪器一测量呢，它不是，它是51度52分啊。但是这个角度就很神奇了，这个角度就是建筑学上防止自然坍塌的一个极限的角度。什么叫防止自然坍塌？你看像，有些楼房它会倾斜、会坍塌呀，比如说比萨斜塔，它不就斜了吗？对对对。OK 但是它对如果说这个角度是到51度52分的话，它就防止自然坍塌。就是三角支撑角度当中，对一个极这个限是最坚强的一个没错角度。哎，就让他找到，就金字塔对就用了这个角度。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神奇嘛几何学怎么这么哎，强？就说嘞，那时候对古埃及人就会这么厉害的几何学了呀。对，对不可思议。几何学那还有天文学那呢。测量学那个我才差20厘米，对水平差4公分。对，你再看跟天文的那一个，你看它那个那个金字塔不有4条边嘛？看哈，它这4条边的话，它正好就对着东南西北。东南西北它也是可以歪的，偏一点儿。不是你说的就是指正东、正南、没错正西和正北，就那么对正。对，它就一就点儿在那么不偏远古时期哈，对就是大家对东西南北的绝对的那个角度是几乎没办法把握的，怎么测量呀？对呀，对那时候没有罗盘，没有那个叫什么那些，它不是那个怎么办底边吧？它是那个棱，它是那个斜着那三角形那个棱，它正对着东西南北。那是那个比那个底边对还难的啊。对，那个棱哈，对，就正东、正南、正北的。对，哦它指向着那儿，那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你说这个，你说有测量学，有这个你刚才说的啥学问？几何学哎，对对对，几何学。还有数学。对，我就哦说它东西南北的这没错没错样的一种空间概念也是非常准确的。以前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不是学那个叫什么锥呀、锥体的时候，立体几何对，学立体几何就是学到那个锥了嘛，锥体对。当时我们那个数学老师就是拿这个金字塔来举例的，哎整天给我们就在黑板上画一个金字塔啊，就画个三角锥。哎呦，他可崇拜这个金字塔的构造了，他就是觉得这里面这些好多好多的看似是巧合的数字哦，怎么就那么巧呢？就是所有的符合几何里面最完美的，全都让他给占上了。是啊，所以他你还记得有啥吗？老师说的。就是哎呦，就是反正就比方说，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角它就不多不少。对，就这么多，对，然后它的高度，哎，还是边长，反正也是跟一个神奇的数字是有关系的哈。让我来回想一下，好像是边长还是高度的10的9次方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这个距离。金字塔的高就是140多米高嘛，乘以10的9次方，就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你看天文学知识又来了。这到底想干啥呀？做这么知道啊，这然后有什么意义吗？知不道啊？对，你问老师了吗？老师说那不是靠我们来去找出来的嘛。他还有一个说很神的哈，我们的水老师说它的底边的2倍除以塔高，就能够求得圆周率派。
神奇吧？高是145嘛，底边的圆2倍就是230乘以2 460，460除以145等于3.141596。对，哇塞！而且我们学的是一个锥体，对不对？跟圆儿压根没关系，但是它的这些数字的构造，最后推出来能够把圆周率派给推出来，你说神吧？神，那是我们的数学家祖冲之，他可能就是穿越到古埃及，告诉他们的啊。那是就是，所以到了祖冲之年代，要经过多少几千年之后，人类才推出了中国人才推出来。对，中国人发现了这个规律。那地球上的古埃及人已经知道了。不是知道，他们都应用了啊！你看，人家都运用起来了。对，怎么应用学又学得这么好呢？对不对？不知道。如果古埃及人把什么测量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全部都掌握了的话，他们一定会有记载。就是如果是人类发现，就像我们祖冲之发明了这个发现了圆周率的话，他一定会记载下来，对不对？报皇帝。说我发现了这个规律啊，对不对？阿拉伯人发明了这个阿拉伯数字，他也会记载下来，我们就开始这么用。可是这些刚才讲到的这些数学上的，或者是几何学上的、天文学上的、测量学上，种种这种神秘性的巧合，没有被记载下来。他们去哪儿了？还是他们是人类发现的吗？不知道啊，反正至少我们人类是很崇拜这些应用的。没有记载下来，也有一个猜想哈，就是他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就是为了让别人不仿照、不遗失这个知识产权，就把偏方给毁了。就不告诉你们，不，他毁了吧？他的子孙后代也没法用啊，有点可惜。反正至少这一点真的是觉得可惜。反正不是人类记载下来的，不得而知，就是不得而知的。就是金字塔的建造和数据，和这样的技术的高度，是在埃及当中是前面没有，后面也没有。对，它其他的那些小金字塔，它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小金字塔得模仿它，对，拿些石头、拿些砖或者拿土堆起来，是，对，那就不一样了。对，它的意义已经改变了。这几座特别的，与众不同。对，它的精准度啊，对。说到精准度，就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它的地理位置，我们知道离那个尼罗河不远。对它的选址。对，它不远。还有就是，它不是说我们说这个叫吉萨金字塔群呐，这个群里边有大的有小的嘛，大的就是3座嘛，最高的那3座嘛，哈。它这3座这样排列，就对应一个天象，竟然。它对应的啥呀？对，在天上有一个星座，就天上不是有各种星座哈，什么狮子座、水瓶座什么的，就有个星座叫猎户座。它猎户座中间那个3颗星，我们就好像说那个猎户的腰带哈，就像那样的，那上面有3颗星，它的这3颗星的这种相对位置跟吉萨金字塔里边这3个大塔的这种相对位置就是一样的。而且，那个猎户座，我们这张图的右边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银河哈，就像一条星星的河一样，全是星星嘛哈。星带群。对了，那么这个吉萨金字塔这3个大塔的右边就是尼罗河。对你这样一对比哈，它这个地上的就这个建筑群跟尼罗河的这种关系和天上的这个猎户座和银河的关系就一模一样了。怎么感觉是有人？我先说哈，有人从银河系或者从宇宙当中，在猎户座和银河的上面用照相机咔嚓一下，然后在地球的这个地方照下了一个投影，然后投影了3个点。就是3个金字塔的选址，然后因为它银河系的投影投到了这个尼罗河这儿，然后这个3个金字塔正好是猎户座腰带的3颗星座的一个投影，这就是我的推测。有投影的话得有光啊，谁打那个手电呢？
灯光师啦，就是宇宙灯光师就是打了个光，咔嚓一下，对，然后就把这个投影可以想象光从哪儿来呀？反正我都听懵了哈。所以反正就是说，也许啦，就是说古人他很文明了，那个时候不是古埃及古文明嘛，人家也是不是有这个设计师抬头看星象，看完了之后地上再标注下来。但是为什么它要跟天上的这个星象要吻合，要一样呢？有什么意义呢？那也就是说，对天的崇拜，那我们神圣。对我们从历史课本上，我们多数人学的都是这样的哈，说这个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对不对？对。那为什么它要跟天去对应呢？它是天子，跟中国一样，我觉得皇帝都是天子，是天子，而且呢，就是归天嘛，是不是？皇上走了大行之后，就是要归天了，我们都叫归天，咱都埋到地底下，咱叫入土为安。也是哦。他那金字塔它而且如果是陵墓的话，它是高于地面的，等于是悬在空中了。对，也不合理，不合理。就是在古代在古代的中国，经常它也是有这个比较完备的，像观测星象。是观测、勘探自然是等这样的专业人士，司天，也叫司天包括你看我们那个黄历对，黄历当中节气计算历法，节气、耕种收获、雨水等等的这个节气等等的观测自然的，专门有一群这样的专职人员他有一种说法呢。比如说某个皇帝，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大的国家的老大，这个王呢，那他通常会有这样看天象的司天，就是特别懂得天文的这个人，他会觉得这个皇帝，现在我们这个皇帝是在天上的哪一颗星来代表。是对应的哪颗星？对。对，师傅您讲的有道理呢。就是我们以前老祖宗就说的是，我们的皇帝都是什么紫微星，是不是？不知道。这每个皇帝也不一样OK。对。但你还是比较懂的你最起码懂得紫微星我还知。那猎户座那3颗是什么星呀？我跟你说，他当那个大的，咱们一会儿再说他就是当这个敌人来侵犯，就是大型侵犯，带兵几十万来打的时候，通常星象上也是有反应的。他就看到那面那颗星，那个领头人就开始往这边闪过来就有侵犯，他在星象上也有表现。所以我说这个呢，这3个大的这个不是3个大的金字塔。金字塔呢，它是有对应的这个天象当中的某种星座和星象。如果按照中国的哲学文化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对。那师傅，那还真是就又有发现了。那就是说就是说最大的那个胡夫金字塔嘛咱们主要是说这个最大的这一个。它呢，它那上头其实那个塔那个金字塔那个壁上其实是有通风孔的，是有孔的。对，就可以透气。对，可以透气，也不知道干啥的吧，至少可以透气。对。那么呢，就是说从现在也是这些科学家们他计算就是说当年建金字塔的时候，然后现在这话重新说，在这个大的金字塔里头呢，发现了2个墓室。我们以为的就起名字，不知道就以为是墓室一个叫国王墓室，一个叫王后墓室。那它里面有没有国王和王后的棺？有空的棺，这个等会儿再说就现在大家以为它有2个墓室，2个房间吧。有2个房间，国王间跟这个国王房间跟王后房间。就我想说的是呢，它这个国王房间就是现在的研究是要推回到当时建的时候呢，就通过它那个侧壁上的那个竖井那个通气口那个口吧，总之有个口，然后就是猎人座它的那颗主要的星星
那个星光就照进来，就从那个口里照进来，恰好就从那个通气孔道对，就能照进来，正好就照到那个国王室里头。啊。然后还有一颗星星呢，叫天狼星。天狼星是叫大犬座哈，就大狗座，狼跟狗都差不多，也是这个猎户座它附属的一个星座吧。那个天狼星又从另外一个口照进来，就照到王后的那个墓室。它还真有这种对应的关系。就是这是一个天文现象。哇哦，好厉害哦！国王和王后就是2颗星的代表。也许对，就是不知道，反正至少就是反正这是一个至少这么现象。照着，你觉得多吉祥呀！就是来自于宇宙当中的这个星体，它的光芒就正好照到了咱们国王的这个。那它咋王不是国室里太阳照、月亮照呢？那所以那不是一般的透气孔，更高档啊，更是高级啊。沟通的通道。哦，你看，哎，沟通的通道。对，对，那还有这已经超越了我们现有的所谓文明科技的这个基础知识哈。对，怎么它可能就能对得那从这里么准和那边进行对应，对应所谓对通话、感应或者是过去。好是这样。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说，那为什么他们这2个，一个国王和王后哈，对应的这个星座呢？对呀，像我们一般都是说太阳跟月亮，对不对？对呀。一个国王，一个王后。对。他们为什么那么大老远的对应这2颗星呢？其实还有一个巧合的问题是哈，世界各地就关于有这种对于天文星象的这个著作描述的时候，是中国和欧洲的这个描述，这个天狼星这差不多名字都是一样。对对对。对不对？对，都是以这个猎狗或者是狼来命名的。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中国吧，至少中国也认识这个。咱们叫的天狼星，天狼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嘛，哈。对，它是那个很亮的一颗星。哎，对，中国一般以前都说，要是天狼星有什么异动的话，可能会有边疆有进贡、有进犯。对，有侵犯，有外族侵犯，对，外来侵犯，对。刚才我不是讲吗？对，看星象就知道，哎，有外来的侵犯来了。所以这颗星的能量代表的这种有侵略性的侵略性的这个是中国老祖宗认为的，它各个文化中还不太一样。哎，反正我们老祖宗我觉得西方也差不多，很厉害。你看狼能干啥呀？是不是？对，狼通带有攻击性吧？对，因为你觉得不谋而合，咱们中国把它起名为天狼星，可是，在西方的文化里，这颗星的名字它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它就叫狼，就是那个叫 Sirius 哈。对，在那个《哈利波特》中还有那个小天狼星，就也有这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名字。对，就这个名字，这个 Sirius 它就是狼，天上的狼的意思。看，对，这个东西方是吻合的，都一致的。对，当时肯定没有翻译，相互沟通嘛，对吧？中国管那颗星叫天狼，西方埃及人管那个就叫天狼，这个意思。那古希腊、古罗马就是欧洲那一边的，法国什么英国后来传下来的那边的文明，它就是也是天狼，或者是，然后它那个星座就叫大犬嘛，就大狗嘛，就这个意思。而且这颗星是在天上是属于能见度非常高、非常亮的一颗星，在冬季的星空中，它是我们能见到最亮的一颗星。它是一颗恒星，就是像太阳一样，它是自身发光的，它自己放光。对，它是一颗恒星，它比太阳大2倍，是吧？它就20倍，大20倍哈，那么大。对，它的那个光就比太阳也是强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到太阳和到天狼星的距离是差别很大的，天狼星更远嘛。更远。对，是这样。天狼星过来的话，是光年是8点几光年哈，就是等于说光速要走8年多才能到。对。都已经没法计算是多少年了，这是。没法计算了。可是这种跟天象的巧合，我就特别有兴趣。这就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天上的这些星星我们当然说，哎呦，人间的王和国王都希望觉得，哎，我是代表上天，对吧？来统治这个臣民的，就像龙子哈，龙的就像
那个我们的皇帝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看这个3座金字塔建造的这个选址的这个地点，不偏不倚的就吻合着这个就是猎户星座的这个腰带上3颗最容易辨认的这样3颗连排的星星。旁边就是尼罗河，又对应着天上的银河。然后刚才觉真世界还介绍了不偏不倚的通过这条通道，对，有那个从另外一个星座上的这个最亮的一颗星的那个天狼星，不是天狼星，是射到了那个皇后的墓室嘛。然后另外一个星座上一颗非常明亮的星，我忘了那个星的名字叫什么了。又就是猎户座的中间的那颗星，对，又射到了这个国王的这个墓室上来做的。对，我就不知道我们人类那个时候能够了解这些吗？我们的人反正看得见，肯定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我觉得人如果能够了解，就像我们司天监有这样的一个能人奇人，能够看到这些的话，他一定也会把它记载下来，对不对？好，我就在想了，这么精妙的设计，因为刚才讲的就是它要对正东就正东，正北就正北。我现在有这么多数据了，我如果没个手机上没个罗盘，我连正北我都找不到，我这就要找不到北。可以看星星，真的是找不到北的，对不对？看星星在就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的时候，它还会变化呀。对对对，那了不起呀！这几千年前、4000年前的时候，真的我们还在就是刚刚会打磨青铜器的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能够真的这个东南西北4个方向不偏不倚的全部找到，而且横平竖直的把这个金字塔方位非常的精准，超级高科技了，太了不起，比现在还厉害。我觉得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在空中，然后就垂直的地面咔嚓来了个投影，然后把4条边好好的给它投到地上。那能是人吗？那只能神呢。我只能这么说。现在还行，宇航员开着马斯克的那个什么飞船到天上去，给你咔嚓一下。对，那个时候呢，他飞不起来呀。没错，所以人不行，我觉得人的这个能力啊，那就是神帮忙呗。要靠神了。这里面问题就多了哈。对，问题多了。哎，你这个国王和王后，这个室内。那2个所谓的透气孔，对，为什么看到那2颗星？不知道为什么留那2个孔？对，必有寓意。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天狼星？我又做了一个了解，这个天狼星跟埃及人他这个关系很密切哈，在他的那个时候这个古文化中哈，他是说这个天狼星啊，每一年都有那么一天跟太阳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那这一天呢，一般都是夏天，就是夏至左右那个时候。哎，这一天这个叫什么？叫斜日升，就好像手拉着手，两个那个天狼星跟太阳，感觉像天上有2颗太阳哦，一起升起来，是这个意思吗？反正2颗星吧，一个太阳，一个天狼星哈，就这种感觉。厉害，师傅。这一天呢，就是尼罗河呀就开始涨水了，它那个水涨潮，对，涨水涨潮，然后它就经常就会冲出来，带来的那个水就会把周围的土地就去灌溉了，这样才能种庄稼啊，才能养活这个埃及的这些人民那古埃及人就把这一天呢，就当成他们埃及的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咱们现在元旦一样。或者中国人的春节吧，春节感觉哈，春节的大年初一，咱们是中国人的新年第一天嘛。那他们就是说，天狼星跟太阳携手升起的这一天，就是他们的一天一年的第一天。你看，人类过年和天象有关系了，有关系，哎，而且人家那个古埃及的这个一年哈，他从那一天开始。到了第2年，他们俩又一块儿升起的时候呢，就跟现在的这个一年的这个历法非常非常就一模一样了，差不多就365.25天，就跟现在就是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了。对，很厉害跟现在也就差个多少秒而已吧。就这么精确的历法。
太厉害了。啊，那太文明了，太高厉级了，害厉害，太厉害。对。嗯所以这个天狼星云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啊，对，也是不得了。据说这个非洲人哈，哦，非洲的有一部分啊部落民族哈，嗯，都会自认为说，他们这个整个祖先到他们整个文化的起源这些知识，都是来自于天狼星。所以在非洲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对天狼星是非常的崇拜和认可。哦，嗯对呀，那埃及也在非洲啊，嗯，对，对，问题又来了哈，啊，这个怎么非得对天狼星呢？就是啊，那据说哈，据说啊，江湖传说这个天狼星上有生命，它类似于人的生命哈，我们把它称为叫蜥蜴人。哦这两栖的动物，哦蜥蜴， ，OK，哎，你比如说鳄鱼也是蜥蜴类的一种，对哎，对师傅说的两栖的，就是说既能在水里生活，对又能在在陆地陆地上生活。是，哦，，对，哦，蜥蜴呀，青蛙呀，对，蛙人，但是他们是人，属于人的一种所谓，哦，啊一所以我们种生命，我们叫它人，也不过是人用自己想用这种人对，这就是高个字儿去智商、高智慧的生命。对啊去描述对这些外来的其实它这些可能远远超越了人，哦，就是对天狼星人是两栖人，是这样的对一种生命。这据说。哦，但他那个形象呢，也与地上的我们这个土地上的这个蜥蜴类，也有近似之处。哦，嗯哦，天狼星人，那可能还是这个古埃及跟这个天狼星有一些密不可分的联系。对，缘分，对缘分，嗯，好，这个是说了，咱们前头说的是金字塔跟这个天象的关系哈。再说一说它内部。对，咱们不是说了吗？它刚才看到内部不是有两个什么国王室、是王后室，还有那个通道嘛哈，上坡道、下坡道，啊，整个在那个巷道之中啊，有很多很多的壁画，其实雕刻。可是呢，里头咱不就知道说有几个通气孔没而已，啊对也没有那个揭开房顶什么 skylight 这天什么天窗啊天窗之类的，对，都没有没有照明嘛，对吧？对那这些壁画的话，要是画的话没照明，不可能吧？对啊，打着火把，对呀，那个时候一想就是得打火把，对不对？对对打火把的话，就得想就一般那个墙啊。天花顶啊，就得熏黑喽。是，对，对，就是不黑的话，你这么几千年留下来的话，也能找到那种炭的痕迹，就是烧完点火把的那个剩余的东西，剩余的那些肯，定得有，对不对？对都没有。咱们科学家就去收集了啊，刮得一干二净，一点没找着。说这就奇怪了，当时那什么东西照明画了这些画呢？在黑暗的隧道里，画完了又清扫了，那清扫的也忒干净，那得多么高级的吸尘器啊！得，那倒是哦。那可能是天狼星上那个光哈，通过透气孔拐弯进来了啊，给吸走了。不是把里面照亮了啊。那不可能，他那个口只照到那个帝王，一个什么国王室，一个王后室，他周围那个通道都是曲了拐弯的，而且有角度的小姐，你还这样去理解哈？啊。这样说，今天有一部旧车，对不对？已经20年没有开了。请问它能不能跑啊？充个电能跑它也没电啊，那轮胎里也没气那不能跑啊，汽车里也没汽油啊。对，对，所以如果有汽油呢，有轮胎有气呢，它不是就跑起来了吗？对呀是吧？所以太阳能的哦，不能叫太阳能，是天狼星能的 LED 灯。你很聪明，就是现在说这个金字塔哈，对现在没电啊。哦，它原来哈，它里头是亮的，哦，哦，这个牛哦，它根本不是点火把的，它是自带光。自带光的。哦，对呀。那这能源是啥呢？天狼星的光不是你非得说能源干啥啊？对光是光哪来？就是不知它道啊，我是说它里头自己就会亮了，自己发光。对，它自己就亮了。哦，我们先是第一步的猜哎想，，不对呀，师傅，墓室嘛，它不是法老的陵墓吗？陵墓那还里头还亮堂的。
关键谁说是法老的陵墓了？我说的，我们学的都这么学对，的。我们学你的们老师是谁啊？啊，是吧？哦，所以它不一定是法老的陵墓。好，对我们来研究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陵墓哈，就是说，嗯对啊或者说到底是不是陵墓，我们来猜测一下看看。这是个大金字塔里头没有发现一个死人啊。但是里面有口棺，对吗？就刚才有讲的，个空棺材，是一个花岗岩的花岗棺。对，关键这你把它叫为棺，我们只能把它叫石头盒一个子。 box，一个盒子。石头盒子哦，石头盒儿。就个儿有点大啊，啊。装火柴的，对，不知道装啥的呢，所以就装不知道。啥的呢？好，你问的话嘛，就是说如果是陵墓的话，就得有棺，有棺椁，对啊有死尸，对吧？对，这个胡夫金字塔里边呢，现在是确实没有，但是呢，当然也有人说呢，是早都给盗墓盗光了。不，他弄得太干净了呀，这个盗墓的。对，你像我这个就画个们以前问号皇帝下葬，这个金银珠宝，对奇很多珍异宝全都堆满了，对吧？对这个盗墓人也没这么文明，给你盗好了，还把那个现场都给你清扫干净，对不，可能自带吸尘器。啊，对不对？带着清洁工进去。是，对对。嗯，好，这个呢就是一个疑问嘛哈，说怎么里边都没有这一些尸体石啊、木乃盒子里伊啊，究竟装的对是什么？对，都没有看到嘛。还有这个金字塔的哈，就是地表上头的部分哈。对除了那几个通道之外，里头几乎是实心的，而不是空心的。是，它是石头这么垒起来的。对，就那么几个就空间。对，厉害它是一个厉害巨大的塔。嗯就比如说一个鸭梨吧，嗯就用牙签儿插了2个洞而已，是，但其他部分都是实心哦，儿。厉害厉害！不是这实心儿的也有好处啊，它就正好防盗墓啊。可是他那个你空光想防盗了，我想的不是像你想那么低级哦，他啊。这个厉害，师傅，我们再来从建筑学了一下，他挖了这个一个当中就挖了一个空的洞，等于是，而且他又不坍塌，对，不会塌。他没有柱子吧？你看我们没有如果柱子没有个房没有子没有对不对？没有。我他可是觉得就像牙签儿在鸭梨里头捅2个洞那种感厉觉。害吧？对啊，对这又是一个神奇之处。对哦，非常神奇。所以现在挑战我们老师嘛，就是老师都教我们说这个是法老的陵墓。第一呢，现在是没有发现这些陪葬的什么，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真的是人家是自带清洁工全都盗走了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说陵墓啊，不管哪个国家，当然也有悬空的，太少了，一般都是入土为安，都在地底下埋着没错你的这个棺材啊，大体都是在地底下埋着。它的这个金字塔，它那个不管是国王屋还是那个王后屋，全是地面以上的，虽然是在那石头里头包着吧，它是地面以上的。我觉得它首先不是坟墓哈，啊我们就是你说的，我就插话了啊、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哈，这众生呢，要么就去捉兔子吃，挖野菜吃，对，对这种狩猎或者是采摘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生活的这种场景哈，这就是非常的原始，并且非常的贫穷的状态，哎，那么在那样的一个远古时期，这么贫穷破落的状态，那你想，就算是人造的这样一个大家伙的话，他把多少人工人力都用在这上头，而埋自己一个死去的身体，他是没办法给老百姓交代的呀。何况我们打开了，这老头儿都不在里头，这老法王不在里头对这法老不在，对，哎，还出差了哦，就是他就没有埋他这个身体在里头，何况那么大的一个大坟墓，这么一点儿小棺材，它也不太搭呀，是不是啊？他和这个这么大的家伙，这个金字塔和一个小小的身体比，实在不能比。对，为啥建那么大呢？他彼此这个人体和这样的一个坟墓相比的时候，对就几十万倍，觉得没这是必要。肯定不必要。对，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用于坟墓的一个东西。哎，师傅，这个后来就考古学家也就有证据哈，就支持您的这个这个想法了。因为不是咱们看了就是这几个大金字塔嘛，以为是陵墓，可是后来发觉到在那个尼罗河边啊，有一个地方叫帝王谷。帝王谷那个地方是一个法老的陵墓群。那个才是真正的陵墓。
那么也就是说，它那个木乃伊的那个棺材跟里边放的那些木乃伊是埋在地底下的，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这个挺正常的，这就是正常的陵墓了。那个帝王谷离这个大金字塔有多远呢？具体多远？几百公里嘞，反正超过180公里啊。对对，没有那么近，对，没那么近，对，所以那个才是正常的陵墓。对啊，对，那个就没这么豪华了，没这么豪华，没有。绝对没这么大工程，豪华，而且它那个里头呢，都有那些铭文，都刻着，这是谁谁谁的，怎么回事，写得很清楚。对，那里面有金银珠宝吗？有陪葬品，有什么什么，就是很正常，这就正常了，对不对？对，对。但是就这几个大的，尤其这个胡夫最大的这个金字塔，它里边没有那些铭文呐，什么。反正就看见一个大石盒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棺材呀，也确实没有木乃伊呀，就这一些。那我再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胡夫是那个法老的话，在帝王谷还有没有发掘出他的陵墓呢？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胡夫法老的木乃伊，没有找到，所以这也是挺神奇的，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对，这个永远也找不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对吧？对，咱慢慢解哈，慢慢解。不知道了。对对，有意思。但是找到了，就是其他的那个陵墓里边的那一些，还有意思，就是说，有陵墓，然后不是还有神庙嘛？对吧？那个时候都信神呀，那古埃及哈，他们还修的神庙，陵墓里边都有那些壁画呀、雕刻呀，哈，什么什么的，神庙里头也有。对，那神庙里头就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了。有什么呢？我看一看他那个古印度的神庙里边的古埃及怎么跳到印度去了？对回来了。对，你的步伐有点大啊。天狼星的光。你看左边的这一幅呢，它这个放光的，而且你看着像一个草帽似的哈。我看到的是个草帽吗？我怎么看到像一颗椭圆形的什么？反正就是很像现在的 UFO 啦。对，有点像。对，然后它里头还有人，你看吗？这 UFO 里还有个人。里头有个人，而且这个人那个大脑袋是长条的。有意思。是。就有点像刚才师傅说的蜥蜴人了。对。对吗？这个是在古埃及的神庙里边的哦。他并且呢画的那个飞碟上下之间那个关系哈，就很像画出代表是能量的感觉。对呀。像雷电能量的感觉。雷电或者是光芒、光束。对。我觉得是代表能量哈。能量。对。它右边这个图上。右边这个图我更喜欢看。挺多的哈。这个有点像我们小孩子画的当中，你看。这个是埃及。我看到了，这是哪里的？这是埃及东部的另外一个神庙里边，它的壁画。你看看，你认出来什么了？有像飞机，我看直升飞机。旁边看左上角直升飞机。左上角是直升飞机。对，右边有坦克。右上角是坦克。右上角坦克。中间呢，还像个飞碟的样子，是不是？又是个椭圆。又像个潜水艇呢，我觉得。潜水艇啊，飞机类的哈。还有个尾翼。它中间那个像个潜水艇。好，这不是都是底下的那个三角，怎么看着像个枪似的？就完全是现代的所有的这些武器设备和那些。对这个可是3000多年前的埃及神庙里的那些雕刻。对，那我又说了，是不是现在的这些军事家、什么武器制造商又穿越时空回去告诉古埃及的人不知道了？还是当时就有这个东西？还是别的地方有这个东西，或者是古人的预言，或者是一种预言。对对，有人开天眼看见了，看见了未来。对呀，或者另一个时空里有。对，4、5千年之后还长这样，我给你就会出现这些东西。很厉害的。对，因为没有写清楚嘛。对。但是又有这个图案呢。对。就是我们是一个猜想。那这个太厉害了。对。厉害。好，那再看一看，这个是神庙中的壁画吗？还有其他的金字塔？咱们不是说
埃及有100多个金字塔嘛，哈。好，其他的金字塔里边的话呢，哎，还有一些好玩的壁画。这2个壁画特别有劲儿，有意思哈。这个不是那个淋浴喷头洗淋浴啊，这个上头这圆形的这个也是 UFO 啊，不是太阳啊？我觉得它这个是光芒哈照下来的这个。你看它上面那个圆哈，那个圆上头有个把儿，就像一个像那个葡萄上头有个把儿一样，真的呢？对，是吧？就太阳不会有那个哈。对，它是一个出口或者是什么的吧哈。对。对你看，然后它也是能量，对，我叫师傅叫能量，能量。你看往下，还有底下这个人也不像正常人类。对啊，他脑子不是他脑袋怎么戴了这么尖的一个帽子？他也许是帽子，也许他脑袋他的头就那样，头型就这样。不知道，这就不知道。但是你看他的身体，你看腰那么细，这古埃及人崇尚细腰啊。看样子不像，这个比例有点差异太大。对，好高啊，他身体啊。还有左边的一个的话，你看他就是高高矮矮，他那个头还都不一样的，也许是头饰，也许不是头饰，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至少就是说，他这个都在往上崇拜着、接收着上面发射的这个能量的这种感觉，这种崇拜感。你看他2个手都托在那儿，还是很清晰的，想接受这些加持的感觉，就像我们接受佛光加持一样。对，它这是一种崇拜。对，那它上面有象形文字哦，它那个雕刻旁边还有象形文字，它的象形文字就是记录的这个金字塔里的某一世的这个那个叫法老，叫阿蒙霍特普4世，他是叫遇见从天而降的人。那这太清楚了，看吧，这法老看到了，遇见了从天而降的人。对哟，从天而降的人吗？这样他就把它画出来啊，还做了这个注解。对，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人呢，还是神呢？还是，可能表面上看着类似人，人的形体可能哈。对。不知道。对，我们可能习惯性的也会把这样的会叫做是什么什么人而已，对不对？好，这个是这种有崇拜的，好像还有一张壁画是一个生命趴着，有点像那个人面狮身像的那一张。对。你看，也是，也在接受着这个，这个能量球体吧，好，那还有一张更好玩，我喜欢这个下面一张。对，这一张壁画中是在古埃及金字塔的壁画中，我们看到他画的一个法老和谁呢？和一个右边这个放大一下，你看，跟现在我们经常说的电影里的外星人就很像了。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是习惯性的把这种我们不知道跟我们人体不一样的人，也叫做什么呢？叫做外星人。对，两个大大的眼睛哈，身材修长，充满了智慧的大脑袋。对，但是身体的高度不高啊。还有一张是也是古埃及另外一个壁画的哈，再看一下，还有一个壁画的，它那个底部又有一个神秘的。你看这个也是大眼睛啊，也是跟现在我们经常说看到的那个外星人很像的。但是这个脸呢，还真有点狼的感觉，好像眼睛上头像耳朵一样有尖的部分。你细看是是吧？像狼或者像猫。好了，你看这个都是当时的一些留下来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来推断，是不是当时的古埃及人，他们已经看到了外星人，就是我们看到那种大脑袋、2只大眼睛、小小的脸，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这种外星人的，一定是看到了，一定是看到了。还有一枚钱币为佐证。还有一枚钱币呢。我们只是说类似于现在的硬币嘛。我们来看一下。当初可能不是钱币。就有这样发行的
一种铜币吧，哈，金属币呗。金属币，对，金属币比较准确。那这个介绍一下哈，这个钱币是在1970年的时候呢，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哈。它是在一个金字塔里，这个金字塔呢就有记录的很清楚了是埃及的12王朝中的一个国王，一个法老哈，他叫辛努塞尔特二世，距今也是有3900年左右的历史。好，1970年的时候被挖掘出来呢。挖掘到他的就是这个法老的他的木乃伊嘛，对吧？他的这个金字塔里边就有他的木乃伊，这个是正常的啊，这是他的陵墓，等于是哎。然后呢，有意思的是呢，在他金字塔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金字塔，也就是一个小型的陵墓。那个小金字塔里边呢，也有一个木乃伊啊，那个木乃伊呢就比较小哈，只有1.5米到1.6米这么高。那看起来就不是法老了，而且甚至于都不敢说是人类了。你看长得这个样子，又是我们现在说的外星人的样子了。对，这个外星人他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呀？对，然后他的这个不就是说嘛，就真正的那个陵墓都会刻有那些铭文嘛，就是这个是谁，他是怎么一回事哈。好了，那个前头那个法老不就告诉我们是哪个王朝的，法老的名字是什么？那这一个木乃伊呢，这个外星人的木乃伊呢，它旁边也有铭文刻的文字，就是说呢，这个木乃伊的主人叫 Osiris， 他是一个这个埃及的名字哈，他的职位呢是国王的顾问，也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国师一样的。那他这个 Osiris 他这个名字是啥意思呢？是星星或者是天堂的使者的意思。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有意思。对对而且这个木乃伊是被厚葬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木乃伊棺材呀，都非常的隆重哈，非常的做得很精心，还有大量奇特的这些的陪葬品跟着它。但是呢，你说我们都知道嘛，这个木乃伊都是古埃及人进行这个尸体防腐处理的一种方法哈，所以像我们的人体的话，它就用特别配方的一种专用的那样的一个防腐剂哈，他们就这样，然后就保留下来了，就成了木乃伊了。然后研究一发现呢，这个外星人的这个木乃伊，他用的防腐剂跟地球人用的这个法老用的防腐剂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生命体是不一样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对，但是他也成功的防腐，也成功的成了木乃伊。对，那他的灵魂呢？不知道了，就是关键外星人在地球上变成木乃伊了哈。这挺有意思。而且这个做了法老的国师。对，而且他的陵墓记载非常清楚，他是法老的国师。而且这记载的就是这位国师是来自于星星。对，是天的使者。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铜币那个就是这位国师吗？就是他，你看，就是他嘛。对，这个铜币是跟着那个法老的在一起的所以应该这个法老很感恩这个国师。对，要纪念他，才会发行这样的纪念币。对，师傅，反正我们以为这个是纪念币哈，也不知道这个原型的这个到底是啥。哎呀，现在都可以猜嘛。对呀。是门票。去哪儿啊？去那个地方。哪儿啊？外星人在哪来的呀？在哪儿来的？外面的星星。天狼星。天狼星。他这票咋使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拿着这个不能说，这都是天机，不可泄露。对，缴钱再说。好吧。要回归到天狼星去的话，怎么办？对，该怎么走？对，他给这个牌的呢，就是可以去的。所以它应该不是个钱币。是一个通行证。对。哇，太神奇了哈！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不但有外星人在古埃及存在着，而且他还当了法老国王的国师。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可能就是有这种国师就是顾问在的话，才会把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用人类文明解决的技术问题，它都给解决。我觉得这样一讲，好像很多事情就能讲得通了。对，我不是一直在说吗？应该是有人在外星球或者外太空拿了一个巨大的照相机，咵嚓一下要印在地上的，对吧？这个找这个选址的点啊之类的，对不对？那就是这天堂使者干的。那可能未见的是这位使者就他可能他们中的，对，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曾经造访过地球，然后就咣一下子就建造了金字塔。因为我们刚才经过了大量的数据的分析、数字的分析和原材料的分析、建造工业的分析，种种分析，我们都分析出来，觉得不可能是人造出来的。这个古埃及它这古文明真是挺好的，它有文字记载，而且呢，那个时候他们还有拿那个草做的纸它已经有纸了。也是挺好的，咱们也记载了很多。中国那个年代还用竹简呢，对不对？还写到竹片上，人那个时候拿草都造成纸了哦，真是很发达了。对，然后这个纸这个文件呢，就等于是文件，跟着这个法老下葬呢，就在这个墓穴中就保留下来了。我们后来就发现了一个叫杜立沙草纸这一份古埃及的文件，这份文件上清晰地记录了地球埃及的。对于这个飞碟就 UFO 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报告他怎么说的呀？对，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公元前大约1480年也就是3000多年前的时候某一天，你看人家记得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在这个法老，那个法老的名字叫图特摩斯3世就是说就好像咱们说什么永乐22年之类的好了，他就是这个图特摩斯3世第22年冬季的第3个月这天的第6个小时这个是时间的记录很清楚了，在生命院的抄写员中间那个这是人物发现一个奇怪的火焰碟状物从天而降。我们现在很多看 UFO 也都是飞碟嘛，就像碟状物好，有一个东西从天而降了，它没有头，嘴巴里发出难闻的气味，它的身体有一条杆儿那么长，一条杆儿那么宽，无声的往法老陛下的王宫而去。那这些看到的人呢，都心里很不安，全都匍匐在地上然后呢，也去法老那儿去，赶紧就是汇报那法老呢也下令咨询生命院的经典，就看看经典上有什么记载，这是什么事儿但法老自己也在那儿去冥想说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的事件。几天过去以后呢，这个火焰状的碟状物在空中变得很多很多，就是一个大集团军都来了。他们在天上发出比太阳还亮的光，一直延伸到天际他们还认为天是由4根支柱撑着的，就一直到天际的4根支柱。说这些火焰碟状物非常强大，非常 powerful 那国王的军队就监视着他们，而这个法老陛下呢，也在军人中间去监视着这些飞碟。晚饭过后，碟状物飞得更高，向南方飞去了。这个时候呢，天上呢降下来大雨，这个雨中呢还有鱼，还把鱼降落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挥发物。这是这个国家建立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奇观。那陛下法老呢就命令焚香，赶紧上香以安抚两地之神安抚地神。同时命令将这个事件记录下来写到年鉴上，永志不忘。那这一份文件呢，就在陪葬的这个陵墓中就出土了。对，你看，我就说嘛，如果人类有看见有发现，它还是会有一个记载的这个习惯性的。对，你得会写字呀。对呀，可是就是金字塔建造的所有的这些，你看不到任何的
设计图也没有，记录的什么什么开造之日啊，开工大典也没有，对不对？建造的过程也没有，用料怎么也没有，用料从哪儿来的也没有，怎么运过来的也没有，用了多少人工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空空白白的，就咣一下子金字塔就来了，就这么样子，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它有的时候吧，一些神奇的事情是不让你记录的。这一点就对了。我觉得是。比如说，我懂的，我懂的，你说的我是懂的。有些神奇就是不能说，不能跟大家见面，不能让你知道，只是让我们看到，应该都是说一种荣幸。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一些壁画哦，刚才不是还有一张像一个狮身人面像上有一个飞行器的那个画吗？就是刚才说那个沙草纸的那个，把那个大家再看一遍。你看这个人面狮身像上边后背上驮着一个发着光的，就像一个飞行器嘛，像一个飞碟 UFO 之类的东西嘛，哈。它不太像我们现在的飞机，不太一样。但是呢，它就是降落在这个，反正就待在这个人面狮身像上面。对，那它又是一个什么含义呢？就比较直观的猜想就是说，这个人面狮身像就是这一种飞行器的一个降落地点，或者是升空地点，一个基地，也许吧。这个狮身人面像呢，我知道它大约加上前面伸出的2个爪子哈，共75米。哦，那么长哈。对，所以它的后背的部分呢，怎么样也是超过了38米这个长度而且也很宽哈。对，很适合降落。那你看这个 UFO， 它大概多大就知道了。它和它那个后背的长度差不多，就几十米了，几十米，超过30米长，对，所以这个大小尺寸就有了，对，奇特了，那说到这个狮身人面像，对，那又有的说了，这也是非常神奇的。对，它这不是长度75米吗？对，我告诉你哈，它是由一块石头雕成的。还不像金字塔是各石头堆成，它都不是堆成的。它也不是堆成的，也不是垒起来的，它是由一块大石头雕出来的。那谁雕的呀？那石头哪儿来的呀？不知道。刚才那个物理师姐都说了，那搬成砖多好搬呢，这更大，这真的人力不可为，我们人可能只能搬砖，不能搬这样的巨石。那我们对那个胡夫大金字塔进行研究的时候，肯定也对这个狮身人面像也进行了研究哈。对，那它里头也都是实在的大石头嘛。这个很难讲。它里头就是它这个身体里头不知道哈，后来就是考古学家在这个狮身人像的下头又发现秘密了，这是1934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就发现它这个狮身人面像下头有3层的墓穴，这个墓穴它很难挖掘，它整整工作65年，一直到1999年才闹明白那我们看一看啊。他发现这个墓穴里边的壁画上呢，说这里是古埃及的冥神，冥神就是地狱之神，不怎么死亡之神，阎王，死亡之神，对，阎王爷，对，他叫欧西里斯那说这个狮身人面像底下的这个墓穴呢，是这个阎王爷的住所，是这个意思。好了，那人们在这个墓穴中呢，就发现了篆刻着不认识的那一种文字的一个石棺。但其他的咱们不是说陵墓也好那个金字塔也好，里边如果有铭文的话，那肯定是古埃及文嘛，那种象形文字哈。可是这一个石棺上雕刻的这个文字哈，不认识。
然后呢，它在石棺的4个角落呢，还各有一根柱子，柱子上头刻有象形文字。这个象形文字咱认的啊，就是古埃及的文字，上面赫然写着这个是，死亡之神，就是阎王爷这个欧西里斯的名的那个字哈，所以这个就确认了这是他的一个住所啊，这个应该不是他的坟墓，是他的住所，他住在地底下。哎，这个石棺发现的时候呢，是整个被泡在水里的。水的高度是这石棺高度的3倍，就给它全没在水里头。然后经过仔细检查呢，石棺的这个密闭性特别特别好，啊，就也不渗水，也不漏气。然后呢，只能用现在高科技的这样的技术才能把它打开。打开之后，竟然发现它是空的，里头啥也没有啊。那因为整个就是装这个石棺的那个墓室啊，里边都充满水吧，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没有人去盗墓过啊，那怎么盗啊，对吧？那只有一个解释，这个石棺被放进去的时候就是空的，它里头没有放木乃伊呀或者任何的东西，就是空的。我们现在还是管它叫石棺啊，刚才师傅已经说了，它就是一个盒子啊。好。后来，一位学者偶然想起，在古埃及法老另外一个法老叫哈夫拉的，他的墓穴中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古埃及的这一个地狱之神，这个阎王爷呀，他是从天而降的啊。那每到回归日的时候呢，这个阎王爷欧西里斯呢，就会通过一个特别的东西回到他的国度，就是这个神的国度，在哪里呀？不知道，就是说他每到回归日的时候，他就通过一个特殊的东西，他就回老家，是这么说的啊。对，那后来就是石棺上，咱们刚才不是说有那个未知文字嘛，不认得嘛，后来也就是经过破译了之后，也佐证了这个记载，就是说这一个盒子其实就是这个阎王爷这个神，他从这儿就可以回到他自己神的国度，就证明了这么一个事儿。好了，再有的记载，古埃及的这个古文献的记载中说，这个阎王爷呀，欧西里斯啊，不是地球人，他来自于猎户座。猎户座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星座，对吗？对，天狼星那旁边的那个，对，猎户座3个腰带。对呀，腰带上天狼星是属于猎户座的，不太属于，是它旁边的比较近点。哎，对，对，好了，那就说呢，这个狮身人面像，还有其中这个石棺，根本就不是墓葬啊，对，所以也没有陪葬品。那这个所谓的我们管它叫石棺，也根本不是一个棺材，它是一个，有人说它是一个时空装置，也就是进去之后就能够穿越时空。这个呢，太神了。和胡夫法老那个空的石盒子是一回事，穿越时空了。哦，对。那这个冥神呢，就是死亡之神这个哈，对，那他那个里头还借助于水的能量。所以刚才师傅说那个胡夫就是那个特别大的金字塔里的，它里边自带发光，对，它是有能量的，光的能量，没错，自己能量供给，对，而且去的方向都已经给指清楚了嘛。国王和王后去的不是一个星座，他俩是吧？不是一个星。有的这一辈子了都还去一个星啊。我就说他俩咋不到一块儿去呢？他俩本来就没在一块儿，他到这儿来，到地球上哈，才结的这个缘，是来做事儿的。对，到这儿来就像下乡一样才认识的，哎呦，才结的婚，搭伴儿。但是2个都是神啊。对呀。哎，师傅说的这个我也相信，就是说法老也不一定是地球人，还有法老也不是代表是真正的国王，对吗？他好像集合了，他有点统治宗教和政治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神性的人物。对，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神通太强
所以既不是国王，但是呢，他这个能力这么强，最后把他怎么弄成法老这个名字了，也就是最有权力的人。对对对，因为他是最有能力的人嘛。对，就是这样。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了哈，那这个金字塔整个这个大系统，好像不太像人建的。因为这个尤其是大金字塔这个，对，再加上这个狮身人面像下面对这个阎王爷的这个住所，为啥叫住所？但是而且还记下来了，有这个UFO 停留在这个狮身人面像的后背上头。是，对，感觉像个停机坪似的。没错呀。是。那谁在上下飞机啊？对，而且还说他载着这个飞船还飞向了那个胡夫金字塔那个王的那个什么什么宝座去了。哇，去接谁去了呢？还是去送谁去了呢？这都有可能。无数个问题。所以为什么里头是空的呢？对，不是盗墓盗走了。他也没有他的尸体。没有。因为他走了。走了。因为他不是普通的人类。他本来就不属于地球。他回去了。他到这儿来下乡的。还到这儿来办事儿。对。留下了一些文明。也因此呢，所以这个大金字塔。大金字塔这个标志性大金字塔，它不是坟墓。但是它有它独特的用途。我在想哈，在那个时期，就像你回到乡下农村一样，大家都是农耕生活。这时候村长说：“我有权利，你给我买一架直升飞机吧。”那是不可能的呀，对不对？对呀。大家能给你凑钱买个牛车就不错了，是。还直升飞机来了，对不对？对。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原始状态下，国王其实都想不出修这么一个超大的石头的，而且令人无论怎样都理解不了的这样一个大石头山。对。还是做的这么严丝合缝、精密无比的高科技，对不对？对。他修那干嘛呀？就如果是人的话，修它干啥？那个坟墓多放点陪葬品就完了。对。就帝王谷那边埋了一群国王。是。对呀，就是这样就行了。是。对，所以他修这个东西，他修这个他又是谁哈？修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胡夫这个法老不在里头？对。他走了。他去了哪里都应该很清楚，对不对？什么星座啊？猎户座。猎户座。那他太太呢？天狼星。你看，多好的搭档！狠的还是他太太。所以一般的女的不好斗，所以不要轻易惹女的，就是这样。你们俩记住哈。好。对，但是他那个狼狗还是听猎户的。他谁听谁的？这个最后慢慢的在破这个案。反正就是完美的搭档，然后呢，就是完成了他们的各自的使命以后，各自回归各自的家园。他回归了，他们的来回这个行为，是否就像飞机来回？今天的飞机来回出没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一个飞机场啊？对，跑道啊，什么，对不对？停机坪之类的。今天我们正常的飞机哈，无论军用的飞机还是客人飞机，对不对？它都需要整个设备和一个平坦的场地，还有能载重、起飞降落又平又载重的这么一个这个起落坪。对。修了用强标号的水泥铺的非常平整的那个飞机起降的那个地方，对不对？是。所以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个关系了？就像我们也不要理解成，因为比如说他到这儿过了到天狼星，8点几光年，对不对？对。光年像光一样走那么快，走8年。因为现在人类还没有发明这么快的东西。没有，就是超音速，这音速比声音快都够了不起的了，已经。其实走得非常慢。也就是说，我也问你们，那他们怎么给飞过去的呀？嗖，就飞过去了。不是他们是坐 UFO 飞回去的吗？还是都不用坐啊？他们在那棺材里头。我觉得哈，关键你见过 UFO 在天上飞吗？我自己没有肉眼见过。比如说，如果你见过，
我觉得你会有点感慨哈。哦，对，对，因为 UFO 据说它的飞行的速度和不负责任的飞行哈，一般神的出鬼没，这一般的飞机现在就是哪怕直升飞机，它转个圈儿你也能感觉有个它是轨道，它有个轨道，对对对，有个形状，有可以思考的，对不对？一般的，就是那种传统起降式飞机，它都是直线飞行，对不对？那这个飞碟怎么飞的？就是在同1秒钟的时间，比如说它原来在天空的这个位置哈，瞬间跑到了50公里之外的那个位置，就在1秒钟之间就过去了。你这个还没看好，它咚又跑回去了，就是它那个速度哈，几乎像达到意念或超越意念的速度，就像你刚才嗖，已经到天狼星了。它是意念的速度，因为我们所已知的就是你说，声音的速度，所以大家看天上的飞机哈，哎，你看那个飞机飞过来了，等过了半分钟才停了，才穿过耳朵来，嗡嗡嗡嗡嗡，哎，飞机突破空气的声音，对不对？这声音就会来的比较慢。但是太阳光呢，光的速度，科学家也都测出来了，多快，对不对？所以天狼星如果用这个光的速度，我们要走8年多，是光速啊！现在人类做不到这样的飞行器，对不对？但是超光速或意念的速度是多快呢？就它没有空间的概念，所以也超越了时间的概念，就是只要我想就能到达。对东西来说，只要我想，它就来了；只要我想去，我就到达了。是这样的，叫做意念的速度，比光速快不快？你说8光年，好吧，我一旦说我到了天狼星了，这立刻我们就能下飞机了，就到了已经。啊，它那个速度恐怕下飞机也不是像正常下楼梯一样那样走回来了，对不对？当一下就把你弹到沙发上去了，就是，你就不用有一个走路的过程。所以它的这个回归模式，应该是比我们现在人类，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人类最牛的吧，最强悍的这种就是航天技术的话，那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了哈。对，这个就是意念速度挺有意思。我们就说这个光年，就是光走的这个，还能用这个时间去测量哈。比如咱们说地球到天狼星是就光走8年多，地球到太阳是光走8分多，8分钟就到了。地球到太阳，的光的话走8分多钟，对，到那个天狼星是8年。可是如果用意念的话，没有差别，没差别啊。对，就再远它也是。哎，比如说，其实时间我们很难突破，对不对？对。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回到前1个小时，更不要说回到前世，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连做梦都回不去啊。哎，那这个空间呢，就更难通过了。对呀。空间。对呀。是吧？你多少人相思，对不对？相思因为遥远见不着嘛，见不着就是空间的感觉，对不对？是。你还见不着面啊，是很着急啊，思念。是。但是呢，人家这个东西的飞行的速度，我们只能称为叫飞行速度。对。它是突破了空间障碍的。就是哎，我想到，比如我现在想到纽约，当就到了。现在在纽约街上正在逛呢，我估计一会儿有人在纽约街上拍的我照片哈。你看，师傅在那逛街呢啊！大家快来啊！是我到纽约买一串糖葫芦啊！时代广场啊，对呀，是啊。所以就是意念的速度，意念的速度能达到的时候，就是他们突破了空间的障碍。因为大家就是传统习惯的，你不管从这里到那里去，要么开车，要么走路，要不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对于一个开始，还有路程，到结束到达这样的这么一个必然的过程，对不对？但是意念的速度呢，就是你千万别想，你只一想哐就去了。所以你想到你就理解了，有些飞碟是怎么飞的，咚咚咚咚咚，就它连续想那几下，那个它就飞过去了。
它不是因为速度，就是因为意念到达它就到达，中间没有一个这样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是怎么去的？它不是飞过去的，它是怎么去的？所以，如果你懂得一点量子概念的时候，你就开始懂得我所讲的这个东西，知道吗？哎，它就达到这样的一种叫做科技应用的状态。师傅，那我有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也有个问题啊，我要排队问。来吧。好，就是靠意念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哈，它不是自己待在这儿就意念一下，歘就回到天狼星了，而是它还是要有一个交通工具。它借助了一个什么东西？对，它是要有一个借助才行。就像打电话一样哈，就像你拿个电话机，你那一定要放在眼前或者扣到耳朵上，对不对？来打，对不对？哎，今天你要按摩，对不对？啊，行了，好了，背痛，你要趴在这个床或者这个垫子上头。它有一个指定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那个金字塔。就是金字塔，金字塔，刚才师傅说它是一个能量的一个装置。我是说让它突破这个空间的金字塔是整个设备当中的一半，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还有它有一个，就那 UFO 嘛，是不是？就是要走的时候，对，我们只能说有一个超级的另外一半来到这个附近。和它产生一种共同合作的关系，它才意念速度咚就过去了，知道吗？可是这个就是胡夫这个法老呢就没回来，他就过2年就回来了。也说不定，回来没什么事儿干也是，可能在那边还有更重要的事在做吧，他们就是他留的这些痕迹，还有这个金字塔它不能沉下去，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对，就是关于外星生命或宇宙高级生命通过这个地点而走向对于地球的某种协助或者是操控的一个点基地。好，师傅，那我问了啊，就是金字塔成功的把胡夫法老送回到猎户星座以后，请问他有没有送下一位乘客去的地方？我相信哈，他就是哪怕是神也好，外星人也好，他也是花了一些力气和能量，做出在人间这么大一个奇迹的建筑哈，他也是下了本钱的，他肯定接走的不是一个人，还有当时哈，就是有一些他们的亲属，包括地球上合作有了情缘关系的人类生命，甚至是说他们和人类结合而生出来的后代，一起都接走的。对，一个是他们自己来的人他要回去，还有在这里和他有了这样的情谊关系的，还有一些东西他要带走，是这样。那我又有问题了那这个金字塔现在还在使用吗？我觉得还在使用之中。还在使用中。对，时不常的还有人去天狼星。没错。天狼星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当什么时候呢？当有某一种和它产生共鸣吻合的特定的，就是那个地方来的，我们说称为 UFO，是吧？或者空间飞船来到这个位置，它才有接了一个或者一批人走，是这样的。所以的话，金字塔周围时不时或者偶尔是会能看到 UFO 的。那世界这是一定的，对，世界。而且为了有时候为了障碍人类能看清它，对，所以在金字塔附近经常起些浓烟、浓雾、沙尘暴起来，就让你看不清它，它就来了。对，5分钟把事儿办完走了。就是这样。还有他们来的时候，也有的时候借用云，比如他来了，他会用方法，有很多乌云密布过来了，看不见。对，但是呢，因为当今的人有了这个摄像机，这个外星人也没想到这个手机拍摄普及的这么厉害，就是人手一个摄像机，对不对？对，随时拍，
所以就现在拍到了大量的这样的外星的在地球上来访问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胡夫金字塔有外星这种飞船在这来访问。哎，这个好玩啊！这今后人类也是未来走向的话，比方说有钱人可以跟着马斯克去火星，这是一拨人，对不对？对。那还有一些就是跟长老胡夫长老可能有几世、几百世、几千世 ，anyway， 你跟他有一些渊源，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联系的人，可以通过金字塔去天狼星或者去猎户星座，对，各有各的走法。对，跟着我呢去东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还是跟着师傅走。所以你们选个地方，对，不用找那个。咱的地方是贼好了，不用找马斯克，还得买他那个票了。对对。刚才大家在金字塔那张照片有个圆形 UFO， 它往下放那个光的时候，正是往上带人和带物的时候。这现在还在工作中。哎，对，和它相关的生命，可能这个时候说，哎，我要回家，或者上去，或者下来，就他们下来也得这样，是吧？输送，或者它就是正好是一个接和送，没错，接人接物的一个过程。所以也会送一些外星生命来了。是。哎呀，好用。所以它要这样的一个配合才能通过去。要不然的话还不容易走。我还觉得呢，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联络站。对。所以他才刚才我们说的他那些什么那些数据呀，就是还有那个跟天象的什么方位啊，它有一些几何学的，对，它有一些意义，可能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一些数字的含义。对，他们很清楚。我们在这个几千年以内没办法破解它，所以他们还住在这个金字塔的下面。是这样。所以等于它毫发无损的，底下像一个超级宫殿一样，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奇迹。所以说通常是3-2个月就会有人拍摄到又有飞碟在金字塔上呢转了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一直在工作中。真好。所以韩国人当时他们有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对。埃及人他们就有来自天狼星的，还有猎户星的金字塔。法老。对。对呀。那我又有问题了。那这些天狼星人或者说外星人，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这个就是人，我们本身议论好人坏人这件事儿本身要分站在哪个高度看。其实，在佛的那个世界里头他在看人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两个原质，就是这是好人，这是坏人，是吧？在佛的某种高度的时候，他其实说不清是好坏。是不是就像我们看地上的2只蚂蚁，说哪只蚂蚁是好蚂蚁，哪只蚂蚁是坏蚂蚁？对。还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脾气暴躁，也有人把他列为他孩子就说他是坏人，他总骂我，要不就揍我，是吧？他闺女挨骂，他儿子挨揍，对不对？但是等长大之后，他还很怀念他，要不然我们就变坏了。你看我父亲真是个好人，他只是脾气有点暴，对不对？那这个小时候你认为不好，长大就认为好，死了之后又很怀念，请做一个结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这没法说嘛，没法说，对不对？但也许他给邻居的形象说这就是坏人，他总来骂我们，但是骂人的人难道就是坏人吗？就是你怎么定义好坏？所以我们很难定义。所以在当外星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神当在神的高度。那佛陀也不是讲了，尤其是大家都记得到了天，对不对？对，有天国、天王。对。而且那个天的那个天国那个世界，生命状态、性别生命长度不都有所介绍吗？对。还经常谁和谁作战。就天国的人也作战，也矛盾。就智商越高，烦恼越多，对不对？就是这样，而且他们也打仗，对吧？你说。所以问题就是说，在佛的眼睛来看的话，那这些天狼星人、这些外星人呐，他还是在6道之内的。我认为是。就天狼星也是6道以内。6道以内。对。他还是有欲望的。有点欲望。
但是他的欲望可能比普通人类的欲望，人类看不到他的欲望，知道吗？比如他让你吃好吃的，他们就看着你，他看着你吃的好，吃的香，他很开心，他没有嫉妒你，更没跟你抢食，对吧？你觉得拿了一个珍珠就快乐的要死，对不对？如果他知道原来你喜欢珍珠啊，下次多给你弄点来，他就很开心。你喜欢就给你。但是说不定他正是把某个月亮弄爆炸的那一刻。对呀。但是我们觉得我受不了啊，我的月亮爆炸了。但是对于他来说，把月亮弄爆一个是对的。有俩月亮的话，那地球水给淹了，就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坏这个定义也分你的境界和生命高度、智慧的高度，才来认为的好和坏。是这样的啊。那又有问题了，来吧。那我们现在这些人呐，就咱们网友们呐，咱们会跟他们有沟通吗？有联系吗？对。一定有，谁都躲不开。谁都躲不开啊。对。我可以这么说哈。这个就是光我们其实，如果你经常到晚上出来溜达，胆子大点哈，胆子小的拎个棍子哈，背个菜刀之类的，你在网上经常没事你就瞅天空，我觉得哈100次里头可能有1次就赶上拍到了。它几乎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都会出现，的。当然，如果你有缘看到它，有些人盯了半天看着，距离有点近，其实你和它已经发生了关系。他有没有比如说拿了一个智慧芯片塞在你脑子里去，其实你也不知道。都没感觉。就给你洗了脑了。但是从那第2天之后，会说法语了。会说天狼语。还有呢。天狼语。会狼叫了哈。还有呢，比如说会弹钢琴了。是吧？这个没文化的人开始读书了。说我现在功课很忙啊，没读书的老太太开始做作业，很忙，还有我表达一些某种思想啊，我要写首诗啊，等等的，他一个人突然间就发生一些变化。还有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人可能对通灵或者有了一些通灵的一些神迹，比如会治病了。一伸手，别人像电到一样，但是他的痛好了。这种在过去和未来还是时常会发生。所以很多地球人还是受恩惠于外星生命。我们笼统叫外星生命，听起来好听，其实就是神。我们对他来说应该尊称。我们看他就是神。是。所以当时古埃及的时候。对。他不是在猜它是什么东西，而是恭敬到不得了，成天跟他们跑。是，你看那个法老都以这个外星生当国师。对呀，厚葬。那个外星人已经是你国师还有一个，那法老不是普通的人。也是。是这样。他也是神人，对。他也是神人合体，或者是纯神。要么是神，对，神人，是这样子的。师傅，那我们有个网友又问了啊，说那人群中是不是就有外星人呐？会不会就在我们的旁边呐？有，就是说对。看看你，你像，像天狼星来的是有啊。有。就是他的能力和智慧。今天成为我们众生中的一员哈，就你很难发现他，就像那个美国电影上那个超人，对不对？刚在天上和妖魔打了半天之后，回到这个报社里头，西装一穿又说我不知道，我怕，是吧？又在那装伪装。对呀。他只是装成了人。对，他只是说那个时候他就来保护地球嘛，他那时候不是做一个社会治安。他就是保护地球，是这样子。他的使命很大。对，所以他这个神的他的所想所知，或所要干涉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人
不是普通人所关心的事情，它是更高的。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地球应该在，比如说有人说地球可能还有1000年就爆炸了，但比如说哈，哎，有外星人说哦，我已经看到了，那个时候爆炸的原因是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彗星会来通过了某个星系来撞击地球，而地球呢躲不过的，对吧？那他的话，他就要做准备。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了一下，一算，觉得哎，那我应该从地球再出发，把它顶回去。那他肯定先来地球，对不对？是。对。那在这等候期间的时候，也会找一些缘分的，啊，一看觉得真是哎，有天狼星的影子呀，啊，有狼味儿啊，哎，有狼味儿啊。对，一看就是我们过去一伙的，忘了啊，原来你在这儿啊，对。就狼尾巴给揪出来了。哎，对。其实像觉真来说的话，他可能他有那个基因哈，这可能是20万分之一的基因啊，因为他吃了人家天狼星给这个酸枣嘛，啊，就成这样的了，就是哎，对，有些人是直接就是神，或者是他们派遣来的使者，就在人间，一定不是做简单的事情，都做大的事情。但是平常你可能不觉得他是那样的神级的人。我们只是把他当成了人看。对，那么有的时候他会去加持和帮助一些特别有缘分的，比如说心地善良的人，让你成为领袖，成为了不起的人，对吧？你看有些国家总统就是说，我也想当总统啊，成天想，说给你个机会让你当吧，那就当了总统了，对吧？还有说我要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这小子光想利益众生，但是要钱没钱，要智慧没智慧，怎么办呢？外星人看这傻小子，真令我感动啊！外星人也哭了一场之后说：“给你啊，是吧？给你一个闪电，啊，劈了你，哎，把你劈好了。对，就把你劈成了神了。啊，最后是吧？哎，怎么通灵了？怎么你一伸手你就能治病了呢？对，就是这样来的。对，哎，这个在世界各地都有啊。对呀，有点像我们讲的那个北美印第安人的药师。有一些对呀，也是这样嘛。啊，实际上在中国东北不是更多嘛？啊，所以有很多是这样，也是就是神灵觉得你这个人不错，啊，对吧？他就把这个能力给了你了。啊，对，给了你，你的一般这种人都是帮人的。啊，神突然降能力给你的，大家都不闲的，都去帮人。咱们网友也有大胆的猜测哈，说马斯克也是。我们就像咱这个菩提弟子哈，你有了帮人的能力，没人闲的，因为闲着是有罪过的。对，你是吧？有功夫不去用，不去帮人，会死了下地狱的。帮多少人也得下地狱，知道吗？不是帮多少人啊，你总闲着不帮人，一定下地狱。对，就回不了哪个神的国度了。对了，对，哎，所以一定要帮人，但帮人还不能收钱啊！一收钱又把你给劈了，直接到地狱了，就是啊，把能力收回，打回原形。对，哎，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个神其实他是在人世间当中，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看不清他。就是因为他是神，他的能量是巨大的。对，他能看得清我们。对，所以真的是还是要谢谢来自于各个星体的这些。对，头上3尺怎么谢？得核实啊！核实啊，对，感谢哈，感都不是冲着谁说感谢哈。对，头上3尺有神灵，真的感恩你们来临。哎，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当我们这个修行的这过程啊，它会引发神灵对你的关注，最后就来点将。我们点将呢，就是说，在佛教很多道场叫选佛场。是。啊，在这好好修的人说，哎，选出来这个人发心是真的不错的，不是装的哈，他是真发心，就是用生命来修行，都不怕死。哎，这个可以，哎，他就会点你，就将智慧与法力给你，灌给你，你就得去干活去。哎，当你领了这个法旨，有了能力之后，你不去度人的话，就废了你，啊，废到比你之前更废啊。你之前会走路，这样劈的你都不会走路，这是，就是这样子啊。
就大概我们引发的来说，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要有敬畏之心，对好好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而且就是我们就是经常不能就是拘泥在我们自己人的思维里面，对，和人的认知里面，对不对？对就像我们没有学过几何学、数学，你就是不可能理解那些东西。但是你还是不能局限在你所知道的这些几何、数学、天文学当中，还有更多未知的。还有下一个但是，就但是不知道到哪去学。师傅这儿学嘛，对不对？对，跟着金师师傅来学吧。优秀平台。我想超越我过去的认知，不知道到哪找到这个途径，是吧？不知道听谁来讲，今天大家就知道了哈。对，我们跟着师傅学。对，你觉得好的话，你还来啊？点完了之后赞分享，还要点赞分享，对，这本身就是在利益众生啊。对你别看啊，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呀，就是我们在发现有些各种年龄的人想不通的时候，对不对？想不通的时候，严重的真有轻生的危险，是吧？所以当很多人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的亲人有的时候说：“哎呀，如果早遇到师傅就好了，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都这么说。对，一下想通了之后，真的是很坦荡，就没有事了。就是你的那种完全没有生命希望的那个感觉，就是缺少人明了的人给你一个开导。一开导之后，这么简单呐，没事了，就是，对，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当我们进行就是点赞分享去传播的时候甚至乃至是说教我们一个师傅画的画或者一个小法器送给你的同学和朋友的时候，将加持与祝福都给了对方的时候，这可能会救人一命你送给10个人，就送了救了10条命就是有可能的所以的话，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对，所以大家记着能够去分享去点赞就让更多的人知道和看到。对，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好的，师傅，我们一定这样好好做。感恩师傅，也是非常感恩我们今生能够遇到师傅，跟着师傅来学习。对。现在说回来，这个埃及的这个几座大金字塔就是这么大的一种特有的非人类或超人类的建筑，自有它的因缘我觉得从宏观上来看，它是来帮助我们人类乃至帮助整个地球的平衡运作的发展对，是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部分。所以大家呢，就是到了埃及的时候，也要用一种恭敬心去瞻仰对，去礼敬，这样才会对我们带来福气好的千万不要说我是唯物主义，我什么都不信，这样说话的本身就是一种愚昧就不能这样说话。对，这就像鬼灵魂，说我不信，我啥都不信，是吧？那我就遇到这样的人多了。你看有一位医生，有一位医生，就是他完全是现代的人嘛所学到的，他什么都不信。后来他自己遇到这样的神迹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哇，太厉害了，不得不信的。他一定会后悔之前。对，非常感慨说，我过去好无知因为你一个人，你在你有限的学习空间之中，其实你学的知识还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上了大学又怎样，是吧？有些没有学的科目，比如你上了哪怕是博士后，你没学过绣花，你还是不懂绣花嘛。对，人世间的知识太广泛了对，所以你不学就不懂。对，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要有给自己一个学习提升的这样的机会慢慢学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聊的这个外星人与这个金字塔的大概的事件呢就讲这么多更多的是需要自己是判断去思考。那也说我们这样的人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你越想越有意义对这个人世间，对自然之间，人与天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息息相关，与你也有关系。你听到了就是因缘觉真有什么说的吗？
非常感恩师父，让我们就开阔了这种思维哈，甚至于对整个这种六道的认识啊，都更深入了一层。非常感恩师父。好，那也期待着下一次再跟师父，什么时候再听师父再来讲解。我们抽空再讲与它相关的这个话题。对呀，还是有外星人很多秘密在里头。是啊，如果读懂了，一定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下面的事儿啊。那就是明天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啊，就下一次的直播时间就是明天啊，是北美温哥华周六4月30号晚上6点钟，亚洲台湾时间呢是周日5月1号上午9点钟。好的，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继续参加哈，祝大家健康快乐，如意吉祥，我们明天再见。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
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